最后1分钟46万，时间到一鼓作气变54万第1名。只要少做一件事，就会差5万分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失落的遗迹前3名的小课攻略。说是前3名的小课攻略，这一场更像是一场充满干扰的逆境攻略，但是会额外带到一些如何帮助大家获得前3名的重要观念。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是无氪账号5条行军，不花1分钻石的打法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小氪账号6条行军，允许花一些钻石的打法。如果大家要增加胜率，也可以尽量选择冷门时段来报名，比如说中午时段或是凌晨时段，这种时段明确会帮助排名的上升。如果没办法报名冷门时段的玩家，还是可以尝试按照我们这样子的做法，应该还是有办法可以帮助你得到前3名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目前持续在3级矿区搜寻，想要先找一个合适的落脚地，并且附近有很多切萨雷士兵，像是这个地方有很多2级切萨雷士兵就很不错。然后稍微记一下自己的位置，比如说现在在中央神庙的左方，现在这个点也很不错，而且金矿的排列方式有一个特征比较好记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弯月形。等一下我就会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，在3级矿区跟其他玩家竞争。要跟大家讲一个基本观念，如果你在1级矿区死守采矿，那你的排名将会快速下滑，除非你是在1级矿区疯狂的打切萨雷士兵。如果你是在2级矿区死守采矿，那你的排名还是会缓步下滑。只有在3级矿区死守采矿，而且不被干扰，才可以排名上升。但是3级矿区的竞争很激烈，所以我才会说在冷门的时段报名比较容易成功，因为比较不会受到干扰。经过2分钟的搜寻，我心中确定了就是这个点，这个点将成为我等一下的落脚处。如果你不想参加3级矿区的混战，而且也不想花费任何道具，那你就应该躲在1、2级矿区，疯狂的找切萨雷士兵。等一下游戏开始，我会快速攻击这4只士兵，然后立刻转到3级矿区，再三确认一下刚刚的目标，大约在神庙左边，还有金矿的排列形状，开始快速攻击切萨雷士兵。这边跟无氪账号的做法一样，目标是赶快提升技能等级，送出士兵之后不恋战，赶快来找寻刚刚的目标，等待4只士兵都击中，我就马上传送。这边按得太急，最后1只还没打到就传送过来了，不管，赶快开始打这边的切萨雷士兵。技能点法一样是右右左左右。3级矿区的竞争很激烈，如果没有早点来战，跟别人共享位置，就很容易造成冲突，两败俱伤。所以先飞过来也不见得是坏事，除非实力真的太低，才会引起别人恶性竞争。终于我们把第3个技能点出来，成功占领矿坑，获得5000分，每分钟都要记得使用1次，同时记得把旁边的金矿捡一捡。6条行军都不要浪费，也观察一下附近的敌人等级，如果组成等级比你低的，等一下混沌矿坑就可以往他那个方向打。像是这个组成等级落差很大的，如果来3级矿区竞争，就不用客气，直接抢他的矿坑。然后捡这种喷出来的矿石，也可以从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开始捡，近距离的之后再收集，很快。我们目前的配置就是4队采矿，剩下2队负责打切萨雷，还有每1分钟的第3技能刷新，需要重新占领矿坑。近距离的铜矿石4秒就可以采集，如果有别人要抢，他就算行军出发之后，你再派出去捡，都还比他快。所以这些是囊中之物，别人很难夺走。只要看到我画面这样子滑动，就是在找切萨雷士兵，基本上不要超过1个画面。这时候 icon 出现，直接收回最近的采矿部队，重新进驻，刷新技能。如果看到被攻击，先确认一下对手，如果只是侦查，就不要管他，因为大鲸鱼攻击人是不侦查的。他又侦查我另一个矿坑，其实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，没有把行军拿去赚矿石，
或者是打切萨雷，即使他找到我一个相对弱的采矿部队，我还是可以更换为最强的部队来抵挡他。所以大家不要像他一样浪费时间，然后矿坑离自己最好近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好调整部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选定这个点，因为这个半月形的矿坑排列，每个矿都离我很近。等了很久的切萨雷士兵终于长了，接下来要赶快努力把技能升到满级。如果有可以选择，就优先打2级的切萨雷士兵。近距离的切萨雷士兵每只得到1500分，这个效率比采矿还高。所以如果近距离士兵实在太多，把矿坑的部队收回来，赶快派去打切萨雷士兵也是可以的。像是这边，我就把这一个部队收回来，恨不得立刻就把这个士兵处理掉。一直点，一直点，终于派出。还有这个行军距离我比较近的，我也会派去抢。所以大家不要跑太远去打切萨雷士兵，很高几率你会白跑一趟。像是左边这个，上面的兄弟就是白跑一趟。确认一下目前的排名，目前是第1，这就是在3级矿区采矿的优势。采矿最忌讳的就是被干扰。如果你的3级矿区陨石飞来飞去，建议你还是要换个地方，安心的发展比较重要。然后可以的话，也尽量不要去攻击其他玩家。我也曾经遇到过发狂的玩家，被攻击一次之后持续报复，最后我们也没办法好好采矿，2败俱伤。20分会冒出黑色矿脉，记得在20分之前把部队全部收回来。有近距离的士兵先打，然后快速收兵。上方我派最强的部队去采，因为上面的兄弟对我敌意很重，不去抢别人的混沌矿坑，因为抢也没有意义，一下就采完了。如果混沌矿坑不够，那就赶快找切萨雷士兵来打。在采集黑色矿脉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左上角的 icon， 只要技能3冷却1好，就要重新占领普通矿脉来刷新，这个是很多人常常会忘记的。同时有近距离的士兵还是要优先处理。第2轮很幸运可以采到6个黑色矿脉，我还是会把最强的队伍送到刚刚一直侦查我的那个兄弟旁边，同时还是能保持第1名。派了2支部队出去打切萨雷，发现不对，左上角的 icon 告诉我冷却好了，只好先拉回1支部队回来刷新第3技能。这件事的优先级是最高，再来才是采黑色矿脉，再更下来才是打切萨雷士兵。黑色矿脉大约花几十秒，可以获得5000分。用近距离的矿脉刷新技能3，也是获得5000分，却只要花费大约10几秒。近距离的切萨雷士兵绝对要入手。可以看到我到现在才把技能准备要点满，但这影响没有很大。最重要的是技能3要赶快点出来。其实我发现我可以更优化，如果是在15分钟以上点出第5个技能，我应该直接启用，这样采矿速度就会加快。然后10分钟黑色矿脉长出来，又可以再次使用，这样分数应该会更高一些。终于在15分20秒，我发现了这件事，所以赶快使用，这样10分钟就可以再次使用这个技能。在15分到10分之间，就持续寻找切萨雷士兵，还有刷新技能3。确认一下目前排名还能维持第1。这位兄弟又来干扰我，我决定要让他碰一下钉子，看他碰完钉子之后会不会老实一点。大概到11分左右，开始有不一样的事发生了。有大佬使用非常多的加速来攻击我们的矿，矿被打爆的时候，我好像扣了5000分。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喷出来的那些矿石是我的分数，所以大家最好要避免矿坑被打爆。面对这种 buff 全开的大佬，能躲就要躲。又闪红光了，这次要特别小心。接下来就是拼手速了，还好闪得够快，不然又要喷5000。看到这个大佬直接传送到旁边，超傻眼，真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10分钟的黑色矿脉要出了，
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，因为3波黑色矿脉出完之后，7分钟刚好是中间神庙解除防护的时间。采集黑色矿脉又被大佬攻击，这是第3次攻击我了。狠下心来找个靠近神庙的好地方，一边采集黑色矿脉，一边打切萨雷士兵，然后等7分钟神庙护盾解除。差点忘了使用技能采矿加速，继续采集黑色矿脉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大佬又来了。以他的强度，很可能占领中间神庙之后就没人打得下来了。所以如果想要获得神庙的占领分数，就一定要在他之前，不然就别想再进去了。主力部队被大佬打受伤也很麻烦。感谢钱姐分享中央宫殿占领10场，前10名会增加的分数2万分到10万分不等。这就是为什么最后结算的时候排名会大变动。7分钟护盾解锁，要拼前3名的一定要点中央宫殿。抱歉，我忘记点了。然后使用一大堆50%加速，贝吉塔53秒冲进去，51秒被大佬打出来，所以最后大佬占领10场第1名，加10万分；贝吉塔占领10场第2名，加8万分。后面就没有了。接下来一路农到时间到，再来跟大家复习一下，要拼前3名的一定要来3级矿区，除了保持领先优势之外，在最后7分钟神庙解除护盾，还要加速冲进去，但是碰壁的可能性也很高。那这一场因为前期基础打得太好，大佬加10万分还是追不上我，不过贝吉塔加8万分就超越我了，所以只有拿到第2。另外分享一下，这一场有占领到中央宫殿大约10秒，就可以在最后一刻从48万分直接增加到54万分，就比较容易获得第1名。这就是获得第1名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你愿意花一点钻石或是加速道具来拼拼看，你也有机会获得第1。如果你是无氪玩家，不想花道具，不想花材料，那么请参考这部专门为无氪玩家设计的《失落的遗迹无氪攻略》。